这是我们笔画练习的最后一课，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练习的是3个笔画：竖横折钩、竖横折、横撇横折钩。前面的这2个笔画呢，看起来它们是一样的哈，很类似，只是最后这里有一个勾起来，但是它们的书写方式却非常的不同。那至于最后的横撇横折钩这一个就自成一个形状啊，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练习看看。竖横折钩这个笔画，我们平常在写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它基本上是一个笔画完成的。在野蒙字里面，我们会把第一个笔画做压笔的动作，往下压。那这个时候呢，角度会跟原本的笔会倾斜很多。那后面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会更像画图，主要是画一个弯。往下的时候压笔，往上的时候拉起来，就轻提。好，再练习一次，往下压笔，轻提，然后再往下，再勾上来，拉到最大，让大家看看我的运笔方式。往下压笔，往上拉，往下压笔，再拉上来。关于这个笔画的例字，我的选择是巧，巧妙的巧。好，它的练习是在这个位置啊。好，这边可以看到这2个字啊，我主要是改变了这个笔画它的形状，这个是比较偏圆形的，这个是一个拉长的结构。这个笔画其实蛮常出现在这个弓箭的弓里面，哈，就是在最后面的这个笔画，我来写给大家看看。好，就是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会往回拉哦，那就是因为我要去把这个边缘的地方把它修得漂亮一点点。好，我这边改变角度，我把它拉长。我们有弓这个字形的字，最常见的就是强壮的强，对不对？OK，所以这个字还蛮常用到的，大家不妨练习看看。竖横折这个笔画在写的时候，我们平常写呢，它通常是一个蛮小的笔画哈，通常是会躲在字的里面。那我们在写野蒙字的时候，就是把它就是做更多曲线的变化，很像是一个倒下来的 S 型。下去的时候稍微压笔，然后中间呢就是细细的线条，然后再弯过来。哦，这个也是
轻重的变化。在教材里面，我这边就有标注啊，下笔的时候要重，往右边拉的时候要轻，然后再下来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那我们在练习这个笔画的时候，最主要就是练习它的宽窄哦，有时候是短一点，有时候是长一点，你去抓抓看那个比例。现在我就为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一个例字无怎么写。这个笔画其实我自己感觉好像它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并不是特别太多哦，所以我这边再另外写一个娱乐的娱，其实这个也就是无字，然后再加一个女字旁而已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就只是一个部首跟字的组合，大家都可以多找找看，也许有应用到这个笔画的字哦，你也可以跟我分享。最后这个名字很长的笔画叫做横撇横折钩，它就是一个多线条组合的笔画哦。来，我们就是横撇横折钩 ，OK， 它有点像我们的注音符号的呢，对不对？我们野蒙字在写这个笔画的时候，也是像在画图一样哈，先用力往右画，然后再勾回来，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圆弧形，这样子弄上来。同样的，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去改变这个圆钩的角度。我们在书写这个笔画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想象，你是在写阿拉伯数字的3。哦，数字3也是可以这样子写的。这个我明显有表现是头大屁股小的这种感觉，哈，就上面大下面小，再更明显一点。野蒙字之所以也就是因为没有特定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去写，它没有标准答案哦，你只要把那个形状画出来就可以了。这边为大家选择的例字是奶。有没有发现它很像英文字的 B， 是不是 ABC 的 B？ 好，这个奶的表现呢，第一笔这个笔画它也可以是竖撇哦，这样子写法，这样子写出去。另外，我们可能会用得到的常见字是秀，秀气的秀。好，它底下就是一个奶，对不对？好，我这边有刻意哈，把这一条线拉长，然后把这一个横撇横折钩把它变小，好，制造它一个不平衡的感觉。又是另外一种造型，对吗？然后请注意哈，我有时候笔画的顺序我是会改变的。哦，可以先写这一笔，也可以先写这一笔，都可以。
以上就是这一节课3个笔画的介绍。我们练习了竖横折钩以及竖横折，还有一个名字最长的横撇横折钩。以上就已经把所有的国字笔画呢全部介绍完毕，请多加练习。唯一的秘诀就只是练习而已，请多多练习各种的角度、粗细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学习字体的变形咯。我们下一节课再见，拜拜。